这里是大航海时代哥伦布踏足的神秘土地，这里是一块年轻的新大陆，这里是欧洲殖民者惊喜发现的丰饶世界。如今，这里融合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血液。它就是北美洲，一片古老的自然天堂。北极圈内延伸着广袤的绿色苔原，大西部的红色羚羊谷上演着晨灰交错的光影传奇。野牛奔腾的大草原倚靠着落基山的皑皑雪峰，大自然的手造就了它的壮美与雄奇。北美洲这片辽阔的土地拥有无数令人惊叹的自然景观和文化瑰宝。从冰封的北极荒原到炙热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到宁静的乡村，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多元的文化。无论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都让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今天，我们将一起探索这个迷人的地方，了解其背后的故事与文化，感受每一处风景的独特魅力。愿这段旅程能带给你一份心灵的宁静和愉悦。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内华达山脉西侧，成立于1890年，是美国第3个国家公园。198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优胜美地因其壮丽的自然景观、多样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地质历史而闻名，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探索和观赏。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占地面积约3074平方公里，其中超过95%的区域被指定为荒野保护区。公园的地貌特征以高耸的花岗岩山峰、深邃的峡谷、壮观的瀑布和古老的巨型红杉树林而著称。最著名的地标之一是酋长岩，一块垂直升起约900米的巨大花岗岩，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攀岩爱好者。半圆顶也是一处不可错过的景观，这块巨大的花岗岩岩块高耸入云，形成了公园最具代表性的风景之一。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因海拔范围从600米到4000米不等，所以涵盖了多种生态系统，从低海拔的草原和灌木丛到高海拔的高山植被。同时，公园内栖息着超过400种不同的脊椎动物，包括美洲黑熊、驼鹿、灰狐和多种鸟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公园内的巨型红杉树林，这里生长着世界上最高大的一些树木，包括马里波萨巨山林中的巨树灰熊巨山。优胜美地瀑布是北美洲最高的瀑布之一，总落差达739米，分为上中下3段，每一段都具有独特的景观。布莱德尔维尔瀑布和维纳尔瀑布也因其美丽的景色和季节性的水流变化而备受游客喜爱。优胜美地不仅自然景观独特，其历史文化也同样丰富。早在3000多年前，阿瓦尼奇族人就已在此居住，他们的文化和传说至今仍对优胜美地有深远的影响。19世纪中期，白人探险家和定居者开始进入这一地区，优胜美地迅速成为自然爱好者和艺术家的灵感来源。著名自然学家约翰·缪尔就是其中之一。他为保护这一地区的自然美景做出了巨大贡献，最终促成了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成立。
温哥华位于加拿大西南部，是加拿大第3大都会区，也是加拿大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每平方公里超过5700人，在北美排名第4，仅次于纽约市、旧金山和墨西哥城。作为一个多元化的都市，温哥华不仅以美丽的自然风光著称，还因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和丰富的文化活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温哥华是加拿大的工业中心以及西部最大的城市，同时还是北美第3大海港和国际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它背山面海，气候无常，但很温和。与加拿大其他地区不同，这里夏季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而冬季也很少低于0摄氏度。温哥华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覆盖冰川的山脚下众岛点缀的海湾，绿树成荫，风景如画。宜人的气候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美景，使温哥华成为最适合享受生活的伊甸园，多次被评为全球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同时也被列为加拿大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温哥华居民中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不论是什么种族，在当地都不会有人觉得你是外国人。温哥华坐落于碧海蓝天之间，背倚海岸山脉。虽然这座海港城市的气候以温和著称，其周边白雪覆盖的山峦却是冬季运动的绝好去处，也是鸟瞰令人惊叹的城市美景的好地方。温哥华是世界上极少数能在清晨滑雪而午后扬帆出海的城市，同时这里也是北美继洛杉矶和纽约市的第3大制片中心，为本市带来北好莱坞的称号。羚羊峡谷位于亚利桑那州的佩吉市附近，坐落在纳瓦霍族保护区内，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处著名的狭缝型峡谷，以独特的地质结构和光影效果吸引了大量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羚羊峡谷由上羚羊峡谷和下羚羊峡谷2部分组成，两者各有特点，但都以其美丽的红砂岩和迷人的光线效应著称。羚羊峡谷由砂岩构成，是由于长期的洪水冲刷和风蚀作用形成的。每当雨季来临时，骤雨带来的洪水迅速流入峡谷，水流和沙石在狭窄的岩壁间奔腾，渐渐地侵蚀出一道道优美的曲线。经过千百万年的累积，这种自然力量雕刻出了羚羊峡谷如今的壮丽景观。上羚羊峡谷以平坦的入口和狭长的通道而闻名，游人不需要攀爬便可轻松进入。这段峡谷宽度较窄，但顶部有一些开放的缝隙，使阳光能够射入进来。当阳光以特定的角度射入峡谷时，会在岩壁上形成一道道光柱，照亮红色的砂岩，产生一种神秘而梦幻的效果。尤其在夏季的中午时分，这些光柱最为明显，是摄影爱好者捕捉绝美照片的最佳时机。相比于上羚羊峡谷，下羚羊峡谷更为狭窄和曲折，地形也更为复杂。入口处需要攀爬一些金属梯子，这增加了探险的趣味性。尽管光线效果没有上羚羊峡谷那样显著，但其弯曲的岩壁和奇异的岩石形状同样吸引人。下羚羊峡谷的砂岩色彩丰富，从橙红到深紫，层次分明，展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班夫国家公园位于加拿大艾伯塔省，是加拿大最古老的国家公园，成立于1885年。这个壮丽的公园坐落在落基山脉的中心地带，占地面积约6641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自然景区之一。
班夫国家公园的自然景观极其丰富多样，从巍峨的山脉到宁静的湖泊，从茂密的森林到广袤的草原，这里的一切都令人叹为观止。公园内有许多著名的自然景点，其中包括路易斯湖、梦莲湖和班夫镇。路易斯湖是班夫国家公园最具代表性的湖泊之一，以碧绿的湖水和背后的冰川美景而闻名。每年夏天，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这里划船、徒步旅行，或只是静静地欣赏湖光山色。而在冬季，湖面结冰，成为滑冰的绝佳场所。梦莲湖则以独特的蓝绿色湖水和周围的石峰山闻名。这里的风景被誉为世界上最上镜的湖泊之一，每一帧都如同明信片般美丽。湖区的徒步路线吸引了无数徒步爱好者。班夫镇充满了活力和魅力，既有现代化的设施，也保留了浓厚的历史气息。镇上有各种各样的商店、餐馆和博物馆，包括班夫公园博物馆和怀特博物馆，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体验。除了美丽的自然景观和迷人的小镇，班夫国家公园还提供了丰富的户外活动。夏季，游客可以在这里进行徒步旅行、露营、骑行、攀岩和划船；而在冬季，这里则变成了滑雪运动的天堂。图卢姆位于加勒比海沿岸，是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上的一个古老的玛雅遗址。作为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和旅游胜地，图卢姆以壮丽的海景和保存完好的古代建筑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图卢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1200至1450年之间，它是玛雅文明晚期的重要城市之一。图卢姆在玛雅语中意为围墙或堡垒，这与它的地理位置和防御结构密切相关。图卢姆是少数几个位于海边的玛雅城市，拥有天然的防御优势，城墙进一步增强了防御能力。图卢姆的建筑风格典型地反映了玛雅晚期的特点。最著名的建筑是 El Castillo， 这座金字塔状的建筑耸立在悬崖之上，俯瞰着碧蓝的加勒比海。它不仅在宗教和天文学上有重要意义，还因为其位置显眼、易于识别，在航海导航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图卢姆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建筑和结构，壁画神庙以内部保存完好的壁画而闻名，这些壁画描绘了玛雅神话、仪式和天文现象。图卢姆还有一座大型的城市广场以及住宅和商业建筑，这些建筑共同构成了一个繁荣的城市。作为一个宗教和贸易中心，图卢姆在玛雅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图卢姆的宗教活动主要围绕着玛雅的多神信仰展开，祭祀和仪式在城市的各个神庙和广场上频繁举行。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连接了中美洲的各个重要港口，所以图卢姆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枢纽。如今，图卢姆不仅是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也是一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图卢姆的白色沙滩、清澈的海水和热带气候使这里成为了度假的理想之地。旧金山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西海岸，是一座拥有独特魅力和丰富历史的城市。它以多样的文化、美丽的自然景观和创新的精神而闻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旧金山濒临太平洋，三面环水，拥有壮丽的海岸线和起伏的丘陵地形。最著名的景观之一是金门大桥，这座橙红色的悬索桥横跨金门海峡，
连接旧金山和马林县，是美国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旧金山的地形独特，市区内有超过50座山丘，其中双峰是俯瞰全市的最佳地点之一，可以一览无余地欣赏到旧金山湾区的壮丽景色。旧金山的气候属于地中海气候，夏季凉爽而干燥，冬季温和而湿润。受太平洋凉爽洋流的影响，夏季常常出现浓雾，这使得旧金山的夏季气温较其他内陆城市低。然而，这种气候条件也造就了城市独特的风景和宜人的居住环境。旧金山有着丰富的历史和多元的文化。1849年淘金热时期，旧金山迅速发展成为西部的重要城市，将一个普通的村庄变成了一个繁忙的港口，并使其成为当时西海岸最大的城市，吸引了大量移民和冒险者。旧金山的文化多样性体现在其众多的街区，每个街区都有独特的风貌和文化背景。旧金山唐人街是北美最古老、世界上最大的唐人街之一，拥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和美食。距旧金山1.25公里的恶魔岛于19世纪中叶开发，岛上设有灯塔、军事防御要塞和军事监狱等设施。1934年，该岛被改建为恶魔岛联邦监狱。岛周围强大的洋流和寒冷的水温使越狱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座监狱是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监狱之一。监狱于1963年关闭，现在是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城市中还有许多文化和艺术场所，包括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金门公园内的日本茶园和德阳博物馆。这些场所展示了丰富的艺术品和文化遗产，让游客能够深入了解旧金山的文化底蕴。旧金山的生活质量较高，拥有许多公园、休闲场所和优质的教育资源。然而，由于城市吸引了大量的高收入科技人才，房价和生活成本也相对较高。坎昆位于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东北部，坐落在加勒比海的美丽海岸线上，是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坎昆拥有绵延22公里的白色沙滩，海水清澈透明，呈现出梦幻般的蓝绿色，因此被誉为加勒比海的明珠。坎昆原本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直到1970年代。墨西哥政府启动了大型旅游开发计划，决定将这里打造成一个国际旅游度假胜地。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如今的坎昆已经成为拉丁美洲最受欢迎的度假胜地之一，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度假。坎昆主要的吸引力在于其迷人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游客们可以在坎昆享受到各种水上活动，潜水、浮潜、帆船和深海捕鱼。坎昆的海洋生态系统非常丰富，尤其是著名的中美洲大堡礁，这是世界第2大珊瑚礁，仅次于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坎昆还有一些前哥伦布时期玛雅文明的小型玛雅遗迹。雷伊遗址是坎昆岛上最重要的考古遗址，由47座功能各异的建筑组成。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后古典时期的壁画和绘画遗迹。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坎昆也在努力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近年来，当地政府和旅游企业加强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措施，推动旅游业的发展。这些努力包括减少塑料污染、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以及推广环保旅游项目。坎昆的未来不仅是一个度假胜地，还将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典范之一。
死亡之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东部，是北美洲最热、最干燥、海拔最低的地区，也是地球上最极端的环境之一。这里得名于其恶劣的自然条件，早期的淘金者和探险者在穿越此地时，往往会遭遇极端的高温、缺水和迷失方向的危险，许多人因此丧命。死亡之谷属于莫哈维沙漠的一部分，占地面积约13518平方公里，谷地最深处位于海平面以下86米，使之成为北美洲最低的地方。由于地势低洼，这里形成了独特的气候条件。夏季的死亡之谷酷热难耐，气温经常超过50摄氏度。1913年7月10日，死亡之谷曾记录到56.7摄氏度的高温，这一温度至今仍是全球有史以来记录的最高地表温度。除了高温，死亡之谷还以其极端的干燥闻名，年平均降水量为60毫米，甚至常年不见雨水。干旱的气候导致地表植被稀少，大片的盐碱地和沙丘分布广泛，其中最著名的是恶水盆地，这里的盐滩延绵不绝，宛如一片白色的荒原。尽管环境恶劣，死亡之谷却拥有独特的地质和生态景观。不同色彩的山脉、幽深的峡谷、奇特的岩层以及形状各异的沙丘，为这片死亡之地增添了神秘与美感。扎布里斯基角是其中的代表景点，常被用来拍摄电影和摄影作品，展示了地貌的独特魅力。此外，死亡之谷还拥有一项神秘的自然现象——会动的石头。在名为流浪者湖干涸的湖床上，有些石头会在无人触碰的情况下自行移动，留下长长的痕迹。这一现象长期以来吸引了科学家和游客的关注，直到近年才发现，这些石头的移动是由于冬季夜间的薄冰融化，风推着石头在泥泞的地表滑动而形成的。虽然死亡之谷看似荒凉，但它却是一个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栖息着包括沙漠狐、响尾蛇和各种鸟类在内的众多生物。此外，每当罕见的降雨来临，谷地内的干涸湖泊会暂时注满水，沙漠植物也会迅速开花，形成壮观的沙漠绽放景象。努克位于格陵兰岛西南沿海，是格陵兰岛的首府，以及格陵兰岛最大最重要的城市，也是全球最北端的首府。它不仅是格陵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了解格陵兰历史与生活方式的重要城市。努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28年，当时由丹麦传教士汉斯·埃格德创建，最初被称为哥特霍布，意为好望角。努克这个名字在格陵兰语中意为海甲，准确地描述了该城市所在的地理位置。作为格陵兰历史最悠久的定居点之一，努克见证了数百年来因纽特人与欧洲移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努克拥有深厚的因纽特文化遗产，这在城市的博物馆、艺术馆以及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其中，格陵兰国家博物馆展示了丰富的因纽特艺术、手工艺品和考古文物，让人们深入了解这片寒冷土地上原住民的历史与文化。努克坐落在一个壮观的自然环境中，四周被绵延的山脉、深邃的峡湾和冰川所环绕。这里的自然景观因为原始的美丽而著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探险者和自然爱好者。努克的气候属于寒带海洋性气候，冬季漫长而寒冷，夏季短暂且凉爽，全年气温波动较大。尽管如此，努克的居民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气候，并将其融入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在努克，人们可以体验到独特的极地风光，如观赏极光、冰川探险、鲸鱼观赏等活动。尤其是在冬季，努克的天空常常被美丽的极光点亮，这种自然现象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努克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气候变化和全球化的影响。格陵兰的冰川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融化，这对当地生态系统以及依赖冰川环境生存的因纽特人带来了巨大挑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努克也在努力平衡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努克也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作为北极地区的重要城市之一，努克在应对气候变化、发展可持续经济和保护传统文化方面具有示范作用。随着国际社会对北极地区的关注日益增加，努克有望在未来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保存和北极经济发展等方面。西安国家公园位于美国犹他州西南部，成立于1919年，占地面积约为593平方公里，是美国最古老、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公园以宏伟的峡谷、陡峭的悬崖、丰富的生态系统和多样的户外活动吸引着全球游客。作为美国最具标志性的公园之一，这里不仅有独特的地质景观，还有着悠久的自然和文化历史。这里是丰富文化历史的见证者。早在几千年前，古代美洲原住民便生活在这一地区，他们留下了众多岩画、岩刻等遗迹。这些文化遗址展示了当地土著部落在这里的生活与信仰。19世纪，摩门教徒来到这里，他们为这片土地命名为西安，意为圣地或避难所。摩门教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地名中，还体现在这里的许多景观命名上。这些名字展示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宗教和精神敬畏。公园最著名的景观是由红色和白色砂岩构成的壮丽的西安峡谷，这是一条深达800多米、长24公里的峡谷，主要由维尔京河经过数百万年的侵蚀形成。峡谷两侧的悬崖陡峭高耸，令人叹为观止。砂岩红色和白色层次构成了独特的地质奇观，展示了数亿年来不同沉积时期的地质变化。公园的地质历史可以追溯到1.5亿至2亿年前，当时这一地区曾是一片巨大的沙漠。经过漫长的地质演化，砂岩沉积物被压实，并在后来的地壳运动中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宏伟峡谷。这些地质景观不仅展现了地球的变迁，还激发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公园最著名的徒步路线是天使降临，这是一条陡峭且具有挑战性的路线，全程约8公里。攀登过程中需要经过狭窄的岩脊，尽管具有一定风险，但沿途的景色无比壮丽，是游客的必选项目之一。此外，狭缝峡谷也是另一条著名的徒步路线，需要在维尔京河的水中逆流而上，欣赏两侧陡峭的峡谷墙壁，是一次独特的徒步体验。好了，这一期的视频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以及订阅这个频道并打开接收通知。希望你会喜欢这一期视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